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份工作月薪300元，要求每天晚上独自面对567具棺材过夜，你会去吗？99%的人会说开什么玩笑。但在贵州的深山里，就有这样一个人，不仅主动申请了这份工作，还一干就是10几年。更诡异的是，这567具棺材不是普通的棺材，里面躺着的是从唐朝到现在1200年来的死者。有些棺材一打开，里面的尸骨竟然保存得完好如初。这个人叫刘朝先，67岁，贵州桃花村人。白天他在工地搬砖维持生计，晚上却要爬进一个连当地人都不敢靠近的山洞。今天让我们跟随眼见中国深入贵州安顺平坝的大山深处，走进这个神秘的棺材洞，去寻访中国最后一位守棺人的传奇故事，揭开这个延续千年的苗族洞葬习俗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别人都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刘朝先却要开始他一天中最特殊的工作。从平坝县桃花村的工地下班后，这位67岁的老人没有选择回家休息，而是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独自向大山深处走去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工作围裙，戴着黑色袖套，背后还背着一把镰刀，手里拿着一把手电筒，就这样消失在夜色中。15分钟后，他来到了一扇锁着的铁门前。这扇门平时紧锁，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拥有。随着锁头被打开的咔嗒声，一股阴冷的寒气瞬间从门缝中涌出，即使是夏天也能让人不寒而栗。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，走进洞内，眼前景象震撼而诡异。567具棺材密密麻麻地摆放着，从洞口一直延伸到洞穴深处。整个洞穴长45米，宽24米，最高处达21米，相当于7层楼的高度。这些棺材并非普通的葬具，有些是船形的，用整段木材掏空制成。这种古老工艺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。有些是原木棺，朴素而沧桑，还有精工细作的方形棺材，雕刻着各种图案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许多棺材已经破损腐朽，甚至露出了里面的森森白骨。刘朝先开始了他每晚必做的工作，清点棺材数量。他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穿行，有时需要踩着棺材边缘才能通过，有时要弯腰钻过低矮的岩石。整个过程需要1个多小时，他必须确保每一具棺材都完好无损，没有被人移动或破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刘朝先显得异常熟练和镇定，他能准确指出每一具棺材的位置，甚至能讲出棺材主人的身份和故事。对他来说，这些棺材似乎不再是冰冷的死物，而是有着生命温度的存在。他会轻抚过那些破损的棺材，仿佛在安慰里面长眠的人。检查完毕后，刘朝先会在洞口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坐下，开始他每晚的守夜时光。洞内寂静的可怕，只有偶尔从洞顶滴落的水珠声和远处蝙蝠发出的轻微叫声。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这样的工作安排看起来极不合理。白天，刘朝先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搬砖挑土，一天能挣150元。对于一个快70岁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足以让他精疲力尽。而晚上的守棺工作，月薪只有300元。按常理说，如果他放弃这份守棺人的工作，每个月虽然少了300元收入，但也不用承受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。对于一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来说，这难道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？更令人费解的是，这份工作不是被动分配给他的，而是他主动申请的。2011年，当地文物局决定为棺材洞聘请专人看守。消息传出后，村里几乎没人敢报名这份看起来既恐怖又微薄的工作。毕竟，谁愿意每天晚上和几百具棺材为伴，在阴森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呢？就在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，只有刘朝先主动找到了文物局，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这个常人眼中的鬼差事。村里人对此议论纷纷，各种猜测满天飞。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那300元月薪，毕竟对于农村老人来说也不算少。有人说他胆子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还有人暗地里嘀咕，觉得他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但刘朝先对这些议论从不多做解释，只是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。然而，促使文物局做出聘请守棺人这个决定的是一起震惊全村的恶性事件。就在招聘守棺人之前不久，这个平静的山洞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。10几具珍贵的古棺材在一夜之间神秘消失。
据村里人传言，这些被盗的棺材被偷运到了河南等地，用于当地盛行的配阴婚习俗。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荒诞不经，但在当地却流传甚广，人们都相信这些古棺材被卖了高价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起案件至今未破，那些盗贼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这成为当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，也让人们对棺材洞的安全产生了深深的担忧。正是因为这起盗窃案，文物局才下决心为棺材洞安装防护铁门，并聘请专人24小时看守。而刘朝先在此时主动请缨的举动，更是让人对他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深深的好奇。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，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份常人避之不及的工作？这些摆放在阴森洞穴里的棺材，到底有什么特殊价值，竟然会引来盗墓贼的觊觎？而那种把死人放在山洞里而不是埋在地下的诡异习俗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要解开这些谜团，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延续了1200年的神秘传统——苗族洞葬。说起这个习俗的来历，桃花村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。1200多年前的唐朝，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刘姓老人去世了，族人决定把他安葬在村边的山坡上。可就在出殡那天，突然狂风暴雨，山洪爆发，将老人的棺材卷走。族人们找了3天3夜，最终在现在这个山洞里发现了棺材，完好无损。村里的巫师断言这是老祖宗的意思，他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，要在这里守望着子孙后代。从那以后，桃花村就开始了洞葬的传统。要理解这个传统，就必须搞清楚苗族人一个独特的概念：进城和下乡。在桃花村，当一个老人临终前，家人会问他一个关键问题：你是要进城还是下乡？如果老人回答进城，那么他死后的棺材就会被抬到这个山洞里；如果回答下乡，则进行传统的土葬。这里的城指的就是这个棺材洞。苗族人认为棺材就是亡灵们的房屋，当族人死后，把棺材集中放入葬洞，就像在建造一座冥界之城。而下乡则是指在野外找个地方土葬，就像农民的自建房。但城里虽好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城的。刘朝先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，就像现在年轻人都说北上广好，但真正能在北上广留下来的又有几人？按照桃花村的传统，想要进城必须满足特殊的条件，必须是刘姓族人，外姓人即使通过婚姻进入家族，也无法获得这种殊荣。必须是60岁以上的老人，必须是正常死亡，意外死亡或自杀者一律不得入洞，必须在当地死亡，客死他乡者不得入洞。最重要的是，死者生前必须德高望重，受到族人尊敬。那些品行不端、声名狼藉的人，即使符合其他条件，也会被拒之洞外。这种严格的筛选机制，使得1200年来能够进城的人少之又少。据刘朝先介绍，桃花村历史上去世的人成千上万，但能够进入洞中的只有567人，这个比例连1/1000都不到。距离桃花村不远的格图河畔，还保存着苗族丧葬文化的另一种形式——悬棺葬。在格图河上有5公里处的悬棺洞，数十具棺木悬挂在离地面1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。当地人说，如果要接近悬棺，必须唱诵亚鲁王长诗，这是苗族丧葬习俗中最神圣的仪式。为了将棺木送到如此高位的位置，当地苗族人练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徒手攀岩绝技。67岁的黄小宝虽然左脚因小儿麻痹而残疾，却能徒手攀爬108米的垂直悬崖，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。蜘蛛人在这爬了很多代人了。当地向导说，这种绝技就是为了悬棺葬而生的。无论是桃花村的洞葬，还是格图河的悬棺葬，都体现了苗族人同一个文化信念：棺木不落地，等待有朝一日复旧还乡。所有的棺材都头朝东方，面向祖先曾经生活的黄河流域，承载着一个民族对故土的千年思念。洞葬的仪式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。当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去世后，家族会请来当地的巫师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师。鬼师会根据死者的生辰八字和死亡时间，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进行洞葬仪式。仪式必须在夜晚进行，确切地说是在午夜时分。村里的男人们会抬着棺材，在鬼师的带领下，手持火把，走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线上山。这条路线每次都不能重复，目的是为了迷惑邪灵，防止他们跟踪到洞穴的位置。更奇特的是，送葬队伍在路上遇到荆棘丛时，绝对不能用刀砍开道路，而必须绕行，因为苗族人相信用刀砍断荆棘会砍断死者回家的路。
当棺材被抬到洞口时，所有人都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。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将棺材放置在指定位置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迅速下山。任何人都不能回头张望，因为回头就意味着牵挂，会让死者的魂魄无法安息。在洞内，棺材的摆放也有着严格的规矩。整个洞穴被划分为4个区域，分别对应桃花村的4个村民组：新寨、中寨、鹅爆蛋、桃花。每个组的死者只能葬在属于自己的区域内，绝不能越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同一家族的棺材会紧挨着摆放。夫妻合葬时，丈夫的棺材在下，妻子的在上；父子同葬时，父亲在下，儿子在上。这种摆放方式体现了苗族尊老爱幼的传统观念。而在洞穴的最深处，有一片被称为禁地的区域，那里摆放的都是因疾病而死的人的棺材。按照当时的认知，传染病患者即使死后也可能传播疾病，所以必须隔离安置。病情越重的人，棺材摆放的越深入。所有的棺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头部朝向正东方。这个细节隐藏着苗族最深层的文化密码。苗族人相信，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的黄河流域，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。洞葬本质上是一种临时安置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扶柩北上，将这些祖先的棺材运回黄河流域安葬。棺材头朝东方，就是为了随时准备踏上回家的路。然而1200年过去了，这些棺材依然静静地躺在山洞里，等待着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归期。可是了解了洞葬的来历和规矩，我们仍然没有解开一个关键谜题：一个67岁的老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选择这份月薪只有300元，还要每天面对567具棺材的工作？当我们提出这个疑问时，刘朝先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领着我们往前走。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刘朝先指着一片摆放整齐的棺木，开始逐一介绍他们的主人：太爷爷、爷爷、大伯、二叔。随着他的介绍，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：洞中567具棺材中，绝大部分都是刘朝先的祖辈和族人。原来桃花村的刘氏家族正是1200年前那个最早实行洞葬的苗族部落的直系后裔，而刘朝先则是这个千年家族在当代的传承人。别人看这里是567具棺材，但我看到的是567个亲人。刘朝先的话语中带着深深的眷恋。确实如此，刘朝先能准确地说出每具棺材主人的姓名、生平事迹，甚至连他们的性格特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在外人看来冰冷恐怖的棺材，在他眼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祖先。走到洞穴中央，有一具看起来极其破旧的棺材，木头已经开始腐朽，但摆放的位置却很特殊，正好在整个洞穴的中心位置。这就是刘家的老祖宗，当年第一个被山洪冲到洞里的那位。按辈分算，刘朝先已经数不清要叫他什么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刘家的根。洞穴被明确划分为4个区域，对应桃花村的4个村民组，但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代。从小，刘朝先就听爷爷讲述洞中祖先的故事。爷爷说，将来如果需要有人守护他们，做后辈的不能推辞。那时候的刘朝先还小，只觉得洞里黑漆漆的很吓人，并没有完全理解爷爷话中的深意。真正让刘朝先下定决心当守棺人的是2011年发生的那起盗窃案。被盗的10几具棺材中，有好几具都是刘朝先的直系祖先，其中1具是他的曾祖父，还有1具是他的叔祖父。这些棺材的丢失让刘朝先痛心不已。他的曾祖父生前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年轻时候做过私塾先生，在村里很有威望。小时候爷爷经常讲他的故事，说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做人也正直。现在他的棺材被人偷走了，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。就是在那一刻，刘朝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他要主动申请当守棺人，亲自守护这些祖先的灵魂。当文物局决定招聘守棺人时，村里几乎没人愿意报名。毕竟每天晚上和567具棺材为伴，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心理挑战。但刘朝先却主动找到了文物局，表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开始时家里人并不同意，妻子说他疯了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去和死人打交道。但刘朝先耐心地解释，那些不是死人，那是刘家的祖先，是他们的根。为了说服家人，刘朝先带着妻子来到洞中，详细介绍了每一具棺材主人的身份和故事。当妻子了解到这些都是自己家的祖先后，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
他后来不但支持刘朝先，还经常提醒他要尽心尽力地守护好祖先。在刘朝先的心中，守棺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种血脉传承的责任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坐在洞口的长椅上，看着洞中密密麻麻的棺材，心中涌起的不是恐惧，而是温暖。有时候他会和这些祖先说话，告诉他们村里发生的新鲜事，谁家娶了媳妇，谁家生了孩子，谁家盖了新房。他觉得祖先们虽然走了，但应该还想知道后辈们过得怎么样。别人问我害不害怕，我说有什么好怕的，这些都是我的祖先，他们只会保佑我，不会害我。刘朝先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。正是这种深厚的血脉情感，让刘朝先能够在这个常人避之不及的地方坚守10几年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在看守567具棺材，而是在陪伴567个亲人。但刘朝先心中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担忧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淡薄，将来还会有人愿意继承这份守护责任吗？2011年那起震惊全村的盗窃案并非偶然，那些盗贼显然知道洞中藏着什么宝贝，才会冒着巨大风险深入山洞。事实上，虽然刘朝先每个月只拿着300元的微薄工资，但他守护的这个洞穴价值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1987年，贵州省文物局的专家们第一次进入桃花村棺材洞，眼前的景象把他们给看傻了。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山洞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。567具棺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，像是在开什么千年大会。专家们一检测更不得了，最早的棺材竟然是1200多年前唐朝的，最晚的是近代的，跨度大得惊人。其中有一具编号516的船形棺材，十分的厉害，用整段金丝楠木做的，长2.5米，过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跟新的一样，连当年的漆都还在。你知道船形棺材有多稀罕吗？在中国考古史上都是宝贝级别的。苗族老祖宗本来就住在长江边上，会造船，搬到贵州山里后还是按老习惯做船形棺材，这是他们对故乡的念想。除了船形的，洞里什么样的棺材都有，宋元时期的原木棺，明清时期雕着花鸟的精美方形棺，甚至还有专门给夫妻合葬用的双层棺材，死了都要在一起，够浪漫的吧？通过对这些不同形制棺材的研究，专家们绘制出了苗族1000年来的文化发展图谱。然而，真正震撼考古界的发现并不在桃花村这个洞穴里。就在同一时期，专家们在附近的另一处洞葬遗址有了更惊人的收获，甚至改写了中国考古史。当他们打开其中一具编号为410的方形棺材时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棺材一打开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尸体早就没了，但身上的衣服居然保存得完好如初，就像刚刚穿上一样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不是普通布料，而是色彩斑斓的蜡染衣服，在手电筒照射下竟然散发着宝石般的光泽。专家们小心地取出了好几件衣物，其中最宝贝的是一条蜡染百褶裙。这条裙子深蓝色，上面绘制着精美的鹭鸟图案，经过近1000年的岁月，色彩依然鲜艳如新。碳十四一检测，大家更震惊了，这条裙子来自1000年前的北宋，也就是说1000年前住在深山里的苗族女人，蜡染技术就已经牛到让现代工艺史都自愧不如了。蜡染可不是简单活，要先用蜡封住不染色的地方，然后染色，最后用热水去蜡。这条裙子明显经过了多次蜡染，工艺复杂得很，色彩层次极其丰富。也正因此，这条裙子成了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被定为国家1级文物。它不仅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彩色蜡染实物，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。原来这些山洞就是天然的文物保险库。桃花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这个奇迹。洞穴形成于几百万年前，结构稳定，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5到18度。这个温度既不会让有机物快速腐败，也不会让它们完全干燥开裂。更巧妙的是溶洞的通风系统，多个出入口形成自然的空气对流，防止了潮湿和霉变。同时，石灰岩偏碱性的化学性质能够中和空气中的酸性物质，为文物保存创造了理想环境。大自然用几百万年的时间，为桃花村打造了一座世界级的天然博物馆。这条裙子现在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被定为国家1级文物。它不仅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彩色蜡染实物，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苗族文化的价值。
而刘朝先守护的这些洞穴价值早已超出了他每月300元的工资，但对他来说，再珍贵的国宝也比不上祖先留下的这份传承。不过，刘朝先的坚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2011年，桃花村举行了最后一次洞葬仪式，一位90多岁的刘姓老人被送进洞穴，参加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，年轻人几乎看不到。很多村民当时就意识到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全跑城里打工去了，留下的都是像刘朝先这样的老人。以前抬棺上山需要10几个壮汉，现在想凑够人都难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会做洞葬仪式的老巫师也一个个走了。他们一走，那些古老的经文和规矩就彻底失传了。年轻人现在也不信这套了，他们觉得与其花那么多钱搞复杂的仪式，还不如把钱用在活人身上。观念变了，传统就更难转下去了。政府倒是想办法保护，给棺材冻装了监控，还给刘朝先涨了点工资，同时也在搞旅游开发，想通过游客来带动经济。每年确实有不少游客来参观，有学者、摄影师，也有普通的好奇人群。他们的到来让苗族文化传播得更广，但也带来了新问题，有些村民开始把祖先的棺材当成赚钱工具。面对这些变化，刘朝先倒是很淡定。对他来说，无论外面怎么变，他的任务就一个，守好这567具棺材。他不懂什么文化保护，只知道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责任。但他守护的远不只是567具棺材那么简单。5000年前，苗族的祖先蚩尤在涿鹿之战中败给了炎帝和黄帝的联盟，从此开始了1000年的南迁之路。他们从黄河流域一路流徙到贵州深山，再也没能回到故土。洞葬就是这种乡愁的寄托，棺材头朝东方，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家。1200年过去了，回家的路越来越远，但这份念想却通过洞葬的习俗一代代传了下来。刘朝先守护的不只是祖先的棺材，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家的最初记忆。夕阳西下，刘朝先又一次锁上洞穴的铁门。这位67岁的老人可能是桃花村最后一位守关人了。有人说他傻，为了每月300元跟死人打交道，但刘朝先守护的不只是567具棺材，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像刘朝先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当最后一位老巫师去世，当最后一次洞葬结束，这个延续1000年的传统可能就彻底消失了。但刘朝先不后悔，在那个山洞里，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，守护祖先，传承文化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也许有一天，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，会感谢有刘朝先这样的守护者，因为正是他的坚守，让我们今天还能听到来自1000年前的声音。看完守关人刘朝先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觉得像洞葬这样的传统文化应该完整保留还是适当改变？你的家乡还有哪些正在消失的传统习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被刘朝先的坚守精神感动，请为这个默默无闻的文化守护者点个赞，转发给更多人了解这个真实的故事。同时别忘了关注眼见中国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挖掘更多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。记得订阅才不会迷路哟。